Hello，大家好，我是小米，又来到新一期的戴森体游计划。感谢大家对上一期视频的投币、点赞、3连、收藏、转发的支持，特别感谢这3个小伙伴又来给小米进行避火助力了，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啊！虽然非常遗憾有这个3个小伙伴助力，我们这一期仍然没能上热门啊，但是我仍然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这个系列的喜爱，我也会尽可能的把这个系列做好啊，尽快的把这个系列更出来啊。然后先来跟大家看一下我在私下里做的一些事情啊。首先我就是把电力进行了一个扩充，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电力大概是200兆瓦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因为我们这一期打算去开始做一个这个黑雾的养殖啊。要想养黑雾的话呢，需要有一定的战力啊，战力就是电力最大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战力啊，大概在200兆瓦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量。其次呢，我就是把这边180红糖的这个位置给运行起来了。可以看到我们的红蓝糖都是180每分钟的啊，没有问题。而且我在这边呢做了一个缓存的结构。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有关4项分流器的第一个技巧就是优先级，第二个技巧呢就是在4项分流器上做一个箱子，这个箱子还可以再做，做的这个高度取决于你的科技的这个垂直科技的一个水平。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呢？这个东西是一个缓冲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啊。我们来到我们这边之前，我们不是说没有缓冲黄爪吗？我们刚好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下这个缓冲啊，在这儿放一个4项分流器啊，在上面放一个箱子。一旦呢这个分流器前端的这个传送带堵了，当它堵了的时候，后边传送带的物品无论是什么都会进入到这个箱子里来。后边呢我们还会用到这个技巧做很多的东西，我们大概缓冲1个格子就够了。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这边的这个总线的超市上的这个东西都有可以用这个结构来缓存啊，就从这个传送带伸出来，可以省1个爪子的电。但是呢这个东西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它省电啊，然后不用浪费爪子。坏处在于呢这个4项分流器它是比较大的啊，你可以看到它是没有办法特别近的贴着箱子也好，或者是传送带去建造的，必须隔1个格子啊。而且呢，这个4项分流器呢是很吃我们的电脑的运算的这个性能的。如果你的电脑不是很好呢，尽量少做这个4项分流器啊，因为它的多呢会明显的带来一些卡顿的问题啊。这个是关于这个4项分流器的缓存。另外还有一件事呢，是有小伙伴提醒我的啊，我这边一直都没有注意到啊，就是我们这边炼钢的这个位置啊，炼钢的这个位置1:1，如果用1个黄爪的话，速度是不够的啊，我们必须用2个黄爪才能保证我们的这边的这个炼钢的速度是一个满速度在运行啊，否则它抓这个铁板的速度是不够快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是1个的话啊，你可以看一下。你看到它会稍微的卡一会儿啊，会稍微的卡一会儿，这会影响我们的炼钢的速度，导致我们后边的这个产线上钢可能会供不上，所以我们最好呢，要不用1个绿爪，要不用2个这个黄爪去给这个炼钢系统做补充啊。另外一个要跟大家说的呢，就是一个有关答疑的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有小伙伴说他的伊卡洛斯总是没电啊，总是没电怎么办呢？推荐大家来使用这个，在我们游戏的这个红糖阶段啊，使用这个燃烧单元作为伊卡洛斯的这个电力的补充啊。我们可以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伊卡洛斯的面板，按 C 键打开这个面板。这里有一个核心能量的这样的一个条目啊，这个条目里边有一个燃料总能量，燃料总能量呢指的就是你这个燃烧室里边所有燃料的这个能量的总和。你可以看到我们一拿出来，这边就会发生数值上的变化。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400兆焦，这个400兆焦呢是我们的伊卡洛斯，你可以理解为它的电池的总容量啊，在下面这里有写啊。这个东西跟什么有关呢？跟我们的科技有关，在我们的升级里边有一个机甲核心的这个科技。每往上升呢，它都会增加我们这伊卡洛斯的电池的这个容量啊，能增后边因为是无穷的科技啊，这个是无限科技，后边能加的非常的多啊。这个是有关于这个电池的容量。那我们的燃料除了决定了这个总能量和这个电池容量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就决定的是我们的充电速度。这边下面有一个发电的词条，它上面分2条，一条是核心发电，这个是固定的啊。这个作用就是当我们的伊卡洛斯完全没电的，就是燃烧室完全没东西的时候，伊卡洛斯也不至于完全不能动啊，给我们玩家一个机会啊，让我们玩家可以去想办法再去搞一点能量，再让伊卡洛斯重新启动起来。当然，如果你是在太空里，你就变太空垃圾了，这个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它有一个80千瓦的一个本底的一个非常弱的一个发电。下面的燃烧室发电呢，就是我们的燃料带来的。燃料的这个发电呢，是跟这个燃烧的这个功率是有关的。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机甲，这个所有的燃料下面有一个词条叫做机甲功率提升，煤炭就是0啊，而我们的燃烧单元高达80%啊。
这里你可能看不出来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是1.68兆瓦，我们的以这个速度在充电，把这没拿出来，然后我们挥霍一下，哎，你可以看到这边就会变成1.8兆瓦在充电了啊，这个就是加80%，这个加的是我们的充电速度啊，哎，所以我们最好用这种充电速度更快的这个东西作为我们的这个燃料啊，这样我们就没有那么容易没电了啊，这就是有关于伊卡勒斯的充电。另外一个答疑的问题呢，就是有很多小伙伴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交作业的时候啊，说自己的这个传送带密铺的时候遇到了很多的神奇的小问题啊，这也是小米不喜欢给这个萌新用密铺的一个原因啊。这里用密铺了，其实属于一个超纲的知识啊，萌新用这个很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我们这里呢来扩充的稍微的讲一下啊，就是如果你实在用不好这个密铺，就别用啊，不用这个密铺也完全能实现类似的结构的啊。你或者呢把某一个这个截断啊，或者是用爪子往这个中间去抓，怎么样都能实现这种结构，未必一定要用这个密铺的啊。这个密铺后边我们尽量的少用啊，但是我们还是把这个事情给大家讲清楚啊。首先呢，你这个密铺啊，你的这个密铺的原理，我们上一期也说了，摁 R 键可以解除这个传送带的固定的这个位置，你就可以任意的拉啊。当我们这个任意拉的时候呢，假如说我们拉的是一个这个正规的这样的一个形状，比如说我们拉一个这个1×2的这样一个长方形，你会发现呢，这个传送带啊截断中间的这个点，它在这个中间不但在中间，它在正中间，它在0.5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它在正中间的位置。那我们以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这样的一个传送带去复制去粘贴，它就是一个非常正的一个传送带啊。这样的一个传送带摁 R 键就可以改变这样的一个结构了啊，这样我们就能实现在它的上下两侧都铺这种传送带的这种结构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密铺啊。那如果有的小伙伴没注意这件事儿，它粘的这个不是正好在0.5的，比如说在0.6啊、0.7的这个位置，这种时候呢，你在用其他的传送带跟它做交叠的时候，就容易出现问题。有的小伙伴反馈就是它做这个交叠的时候会显示这个竖直的这个带没有办法跟这个横的带交叠上，或者呢就是没有办法铺的这么紧密啊，都是因为你粘的这个位置呢它不够正。我推荐大家呢都用这个0.5的这个传送带的位置啊，这是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啊。但实际上呢，关于这个0.5格的传送带还有很多神奇的用法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做格点0.5格的传送带，什么叫格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传送带虽然是一个0.5格的，但是你可以看到它仍然在这个正方形的这个线上啊，它可以在这个线上，哎，它就在格点上啊。那如何做非格点的这种呢？我们可以再拉一下啊。R 键啊，我们拉一个，比如说这个3×3的啊，你可以看到3×3的最中心的这个点，你可以发现，哎，它也在中间啊，也是个0.5传送带，但它就是一个非格点传送带啊。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也给它复制一下啊，这个就是一个非格点的传送带，我们把它也拉上。哎，你会发现呢，我们仍然可以采用这样的密铺的结构，哎，仍然可以采用的密铺的结构，但是由于它不在格点上，它跟你旁边的这个传送带它是不对齐的，跟上面这个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差别啊。这个非格点传送带能引发的 bug 或者是叫特性就非常的多了啊。比如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性就是非格点传送带，我们用竖直的东西去跟它交互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这样稍微的改变一下啊，去跟它交互的时候。哎，这样交互上了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非格点的这种传送带，我们是可以做到这样两个传送带，哎，这样就穿过去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哎，这儿直接这儿就穿过去了，而这种格点的传送带就不行啊，格点传送带就不行，这个就是非格点传送带的一个特性。这样的一个特性是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把这里给它稍微的给它改一下，你会发现，哎，它直接就这样穿过去了啊。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在这边再往前走啊，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再往前走，我们让它再往前走啊，这样看的比较明显一点。然后我们从这个袋子里呢，去往里边输入东西，你会发现呢，它完全穿过了这条传送带，并且它是不受这条传送带上的东西的影响的啊。我们可以把这边再给大家铺上另外一种东西。假如说这个传送带是满的啊，但实际上呢，这个东西的穿过。它是跟这个没有影响的，它可以完全自由的穿过去啊，这就是这个非格点的这个传送带的一些密铺技巧吧。其实并不仅限于此啊，其实还有一些很多别的啊，比如说我稍微给大家画几个啊，这个都属于非常进阶的密铺技巧了。当你后边用到就是想用的时候，大家再去研究也不迟啊，但是不太适合萌新小伙伴去使用啊。你可以看到这个非格点的传送带，我们给它复制一个。我们这边呢拉一个正常的3条带子啊，就拉一个正常的3条带子，
然后我们选择这个非格点传送带啊，可以看到它不在格点上，然后我们去粘，你就会发现哈哈哈，它这个呢就跟这个还不一样，我们这个只是穿过一个带子走到另一个带子上，这个是完全的穿过啊。完全的穿过是什么意思呢？它并不会被横着的这个带子所影响啊，它就可以直接的穿过去啊。这个在后边做，如果你想做非常仔细的这种密铺这一类的时候，你会发现用到非常多这一类的技巧啊。但我们这个视频里不会用到这么超纲的技巧，我们顶多用到一个这个0.5的这样的一个格点的传送带啊，非格点的我们就不涉及了。好的，那这就是我们对于上一期的一些内容的一个答疑啊，以及一些地方的补充啊。那一上来呢，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跟大家解决的啊，就是有很多小伙伴还会反映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这180每分钟的蓝糖啊，我这个作业一交完，交没多长时间，我发现就不运行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精炼油消耗不掉啊，这个精炼油消耗不掉会堵啊。那堵掉的精炼油怎么办呢？我们这一期上来呢，先把这个精炼油的问题先解决啊。首先，你可以通过升级科技来加高你的这个储液库的高度啊，让这个精炼油缓冲的量更足。其次呢，你也可以考虑呢，把这个精炼油直接拿去火电烧掉，虽然我不是很推荐啊。烧掉，你如果实在太多的话，你觉得烧掉也是可以的。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用这个精炼油，我们开始来做我们下面即将做的黄糖的准备啊。我们这一期是不做黄糖的，但是我们可以稍微的先把这个精炼油处理一下，省着它这里堵住啊。为下一期做一点准备。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黄糖科技在哪儿。黄糖科技应该是在结构矩阵啊，前面需要一个这个高强度晶体，然后就是这个结构矩阵啊。这个结构矩阵呢，它需要的材料很多啊，其中这个钛晶石，它就需要钛板和这个有机晶体。有机晶体我们在前面的科技已经解锁啊，在这个高分子化工这里，有机晶体呢就可以通过精炼油，然后我们的这个塑料和水，来够实现。下边那个配方太低效了啊，要什么树，这个我们根本就不砍树啊，所以这个下面的配方根本就不考虑啊，所以我们就用上面那个配方，这就是精炼油的一个最重要的用途啊。其次呢，我们后边还有一个要产的一个塑料啊，塑料是用来产生这个有机晶体的。我们往前看，基础化工这里塑料也是要用精炼油的，所以我们这一期呢就先把这个有机晶体做出来，虽然还没有到这个最后的黄糖，但是可以先把有机晶体这个产线做了，以防我们这边堵啊。那我们有机晶体的产线做多大呢？小米这里呢是想做一个120的有机晶体的一个产线啊。有小伙伴就问了，你之前都造180的，这回怎么造120的了啊？主要的原因在于呢，如果你仔细去观察我们之后的这些科技的话，你会发现，在进行到白糖科技之前啊，我们后边虽然说了白糖科技是1:1:1啊，但是在进行到白糖科技之前，你会发现还是红蓝糖用的数量会多一些啊，尤其是在一些大的科技上。我们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啊，这边已经是1:1:1了，但是我们在黄糖的前期，这还看不到。这是1600，这是800，这是400、200，这是800、800。你可以看到这个紫糖只要1200、1200和200的紫糖啊。再比如说这边的这个行星物流系统，你可以看到它有1200红、1200蓝，但是只要120的黄糖啊。比如说集装物流系统这边，再比如说行星电力运输啊。其实呢，黄糖在刚开始的时候的需求量呢，并没有120这么多啊，不需要并没有180的这么多，并不需要跟红蓝的数量完全等齐的，我们做一个120的数量就足够了。再来呢，就是如果我们做这个180的话呢，我们的这个精炼油的数量其实也是不够的，不好做量化啊。做120呢，我们的这个精炼油会有一点点的冗余啊。这里呢，刚好呢把这个网站再给大家看一眼啊，有的小伙伴不太会用这个网站啊。我们做120的这个有机晶体，有的小伙伴说呢，它的这个有机晶体配方跟我的长得不一样啊。我们可以打开这个有机晶体的这个地方啊，选择第4个选项卡。有一些配方呢，比如说这个最右边的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砍树的那个配方，肯定不用啊，我们给它禁掉。还有呢，这个是用稀有矿物直接开采啊，那我们也没有，我们给它禁掉，就是这个配方了啊。
你可以在这边进行一个配方的更改啊，你就可以让它的配方跟你现有的科技进行一个匹配了。我们可以看到120的有机晶体它要消耗600的精炼油，我们之前做180红肠的时候产的是720的精炼油啊，所以我们还会有一点点的精炼油富裕，但是我们之后这个精炼油还有别的用啊，所以我们留一点点是正确的啊，我们后边还会有用处啊，所以这里我就选择做120的这个有机晶体啊，我们就在这个位置来做啊，需要12个化工厂做塑料和12个化工厂做有机晶体啊。我们先来摆这个事儿啊。摆这个事儿之前，我们可以先缓存一点别的东西啊。我们这一期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就是做这个黑雾的养殖啊。这个精炼油呢，只是因为它快满了，我们要处理一下。我们先做把黑雾养殖的一个准备先做下来啊。我们这边呢，先造一个6个吧。我看这里应该能放下6个，这里可以拆了啊。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矿的位置啊，来自行选择在哪个地方造啊。我这边造的比较紧凑一点啊，是因为我这儿的空间的确不是很富裕啊。我这边再往这边拉一个啊，拉一个，然后这里可能要再填一点这个海。我们要做一点点的这个爆破单元啊。做爆破单元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做子弹啊，做子弹用来黑雾养殖。我们就做5个的这个机器的组装机的这个燃烧单元就够了啊。这里没有做一个非常细的量化，因为这个东西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淘汰掉啊，所以就是一个小过渡啊，所以我并没有做量化。这边啊就做这个燃烧单元啊，做这个燃烧单元的目的是什么？用来是做导弹的啊。导弹的目的是什么呢？是用来给我们的导弹塔啊。我们这边也改一下这里的结构啊。这儿做一个截断啊，然后我们的反向。如果你的这个地方的位置和结构跟我这不一样，也完全没有关系啊，你自己找一个单独的位置去做，甚至在总线超市上去做啊，都是可以的。我这里正是刚好有这个位置，我就在这儿弄了啊。我是比较喜欢这种紧凑的摆这种东西的这个人啊。所以有的时候能挤下，我就会给它努力的挤进去啊。我们要做的呢是这个导弹组啊。我们现在蓝唐科技的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一共有2种不同的武器，一个叫做这个机枪弹箱，一个叫做导弹组啊。机枪弹箱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这个高斯机枪塔，然后导弹组的对应的就是导弹防御塔。高斯机枪塔，如果你打高难度的话，肯定要用啊。如果你打低难度或者是被动啊，像是一个被动难度的话，它几乎是完全没有用的啊，可以直接给它跳过去啊。我们就直接做这个导弹塔对应的这个导弹就可以了，因为它的伤害又低，范围又近啊，做一个防御还行，想做进攻是不太好用的。我们用这个导弹组，这个导弹组呢就需要一个燃烧单元、铜板、这个电路板啊。电路板我们现在在这边稍微做一点缓存啊，我们后边还有别的用，所以这里做一点缓存。我们在这边啊抓一点进去啊，稍微让它抓一会儿啊。然后以及我们的这个动力引擎啊。那动力引擎要怎么做呢？动力引擎需要我们的这个磁线圈和铜板啊。我们在这里稍微的给它扩大一下，这里刚好有磁线圈和铜板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啊。如果你没有呢，还是那句话啊，你就随便找一个地方，再稍微的给它生产一点就好了。这个东西用的量其实是很少的啊。我们近的就用这个黄爪，远的我们就用这个绿爪，稍微的抓一下。我们这里这个位置呢也刚刚好够哈，能放下2台机器。这边我们就有了这个动力引擎，让它生产出来啊，往右走，和我们的这个燃烧单元一起啊。这个爪没拖上电啊，没拖上电，一个爪抓就有一个爪抓吧。然后呢，我们在这边再放2台组装机啊，在这里再放2台组装机，这里用来生产我们的这个导弹。导弹呢需要铜板和这个电路板，这里刚好也都有啊。电路板我们就抽这里的，铜板呢就抽上面的产线的啊。这个位置不够啊，那我们就给它改一下位置啊。这个铜板的位置我们可以给它稍微的再往右挪一点啊。否则这个爪子太挤了啊，有点放不下啊。那我们在这边稍微的挪一下，改一下位置，让它的位置能够富裕出来啊。我们生产这个导弹组，在这里抓一下这个绿板，以及用这个绿爪抓一下这个铜板。同理，这边
这边的滤板的量呢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够啊，看一下这边。这边的话呢，我们升级一个这个爪子啊，然后把这个爪子拆掉，然后呢，在这边把这个给它弄回来，然后生产这个导弹组。我们把这个电力面板给它弄掉啊，省着看不清。好，这边就好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动力引擎也给它弄出来，放到这个里边。然后我们的燃烧单元想进去的话呢，要做一下折叠。我们在这边做一下折叠，这个给它删掉啊。然后我们用上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的啊，这样的一个能够紧密转弯的这样的一个结构，然后把这里就可以抓进去了啊，然后导弹就可以生产出来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呢稍微有一点点差啊，我们把它再往右移一个。然后我们再往右一点，让它中间能露出一个格子来啊，这边露了2个格子也可以啊，也无所谓的。然后让它把导弹能抓出来，我们需要把这个导弹也做一个缓存啊。这边稍微的存一些导弹就可以了。这里是燃烧单元，给它截断了，我们把它补回来啊，不是燃烧单元啊，这个叫什么动力引擎啊，把这个动力引擎给它补回来。好，那这边呢就让它先坐着，我们身上的这个多余的资源呢都可以往这个里边塞一塞，这里边塞一塞啊。这个滤板让它先在这儿缓存着，我们后边有用处啊，用处。好，导弹呢我们大概生产1行吧，1行足够了啊，让它在这儿慢慢生产着。我们先去做一下我们的有机晶体的产线。刚才是来拿化工厂的，我拿了吗？好像没拿，我们拿一下化工厂。科技停了，我们不要让科技停下来啊，我们继续看一下一些红蓝糖的科技啊，我们优先的先走这个科技啊，走一下我们的这个能量武器伤害。这3个武器伤害，动能武器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高斯机枪塔那个铜的子弹箱的那个武器啊，这个的伤害其实是没有用的。但是作为一个强迫症，我肯定是所有的科技都会跑完的。但如果你比较缺资源的话，你完全动能武器可以不跑啊。能量武器是我们这个后边最主要的一个武器，爆破武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导弹组的伤害跟这个爆破武器是有关的啊，所以爆破武器也是可以走的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必须要升级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驱动引擎啊，驱动引擎的第2级就可以让我们机甲解锁星际航行了啊。这个也要优先给它点上。然后呢，有一些比如说提高速度的呀，提高这个小飞机的数量的呀，这些红蓝糖的我们都可以给它先点上啊。好，让科技走起来啊。然后我们来开始做这个120的有机晶体啊。位置大概我看一下啊，我们就在这边做吧，我们正好拉12个。好，一旦放下化工厂，这边就会解锁一个里程碑啊，中间隔2行。我们先拉6个，然后这里呢最好能空一点格子啊，这边空一个格子，这边再拉6个。然后这边的地方不够，我们稍微补一点。好，这边呢就是用来生产有机晶体和塑料的地方啊，这是一个120的有机晶体啊。这里呢是用来把这个袋子给它输入进来啊。这里的距离好像有点近了啊，中间我要留2行呢，只留了1行，距离是不够的，我们还得做一下更改啊。把下面的这个给它再往下一个。好，这里就可以了。然后这边也稍微的拆一下。你喜欢用蓝图的话，可以选择都复制啊。我个人这操作习惯啊。好，然后这边中间我们让它产塑料啊，塑料出来就直接给左边的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有机晶体，这里是有机晶体，右边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塑料啊。塑料需要这个精炼油和高能石墨啊。高能石墨呢就从中间的这里来啊，然后出来的这个有机晶体呢就抓到我们中间的这个出来的这个塑料呢就抓到我们中间的这条带子上去了。然后精炼油我们因为是2条带子在走啊，你如果这里要用2条带子给它拉过来会比较好啊。我们这边先出1条精炼油。
然后这边不好跨的话，你可以抬高你的传送带，我这边能跨过来就直接跨。好，这里跨。然后呢，一条油的线呢走这边的外圈啊，这边的外圈。这个精炼油呢是塑料和我们的这个有机晶体都需要的啊，我们刚好呢就一条供给12个，一条供给12个，这样不需要做这个什么配平啊、优化那些就都没有必要了啊，因为我们刚好一条供给12个嘛，我们这里就比较简单，比较无脑一些啊。然后这个化工厂这里是刚好能插下一个电线杆的啊，你仔细看啊，化工厂和化工厂中间这个位置刚好能插下一个电线杆。这样也比较利于我们去摆这个位置啊，比较容易密铺。我们这里呢，把这个给它弄上，这样铺的会稍微的快一点。这个电线杆啊，电线杆这边应该再补一个。那这个位置不对啊，我稍微改一下，让它好看一点啊。然后有的小伙伴关心蓝图的问题啊，蓝图我没太讲好，我以什么样的形式给大家放出来啊？我这个一般都是随着视频去不断的去画这个蓝图啊。我想要不发一个网盘，我随做随传啊，就是视频做到哪儿了就给大家传到哪儿啊。我目前想到的发蓝图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这个，因为后边的蓝图还没画，就是视频还没录到呢，就等于是没画。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蓝图集啊，这里边全是空的啊，这啥也没有啊，这直接可以删了。其实就只做了两个，一个就是180红糖，180蓝糖的，我这个放到这个蓝图集里了，剩下都还没画啊，所以我能想到的比较好的，如果大家着急要的，就只能通过这个网盘的形式给大家去发出来啊。如果你需要呢，不妨在弹幕中跟我说啊，我会在下一期视频里把这个网盘链接给大家放出来了。然后这边的精炼油就过来了啊，这边的精炼油好出，但是这里就比较挤了。比较挤也是可以出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超级磁场环的这个科技啊，我们已经解锁蓝马达了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在这个超级磁场发生器啊，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拉垂直带了，所以这个东西都好弄的啊。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拉一条垂直带出来啊，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坡度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陡啊。然后呢，我们稍微的扭一扭这个带子啊。有的时候呢不太好弄啊，哎，哎，对，就这个位置啊，然后让它从这儿出来就可以了啊，就等于是走了一个抬高啊，把这个东西就给它拉出来了，稍微的扭一扭啊，你就能扭出来了。优先先去解锁这个蓝马达的科技啊，你的这个带子拉的会更加随心所欲一点啊。好，那我们这边就有精炼油就可以进来了，我们这里去复制一下，这里多给了一个黄爪，给它去掉，然后这边我们也给它做一下，仍然是近的就用黄爪啊，比较省电，远的就用绿爪，保证速度。好，这里给它铺上啊。那后边这边我们做一下加速啊，后边的这个地方的补爪子啊，做一下加速处理。好，这边我们是需要做一个240的石磨啊，所以需要8台的这样的一个熔炉去烧这个石磨，但8台呢又不是一个完整的黄带能供应的，是需要绿带，你如果速度够才能供应得上啊，所以这边我用这个4相位流器做了一个均分处理啊，做了个摇匀啊。这边一个7个的矿机啊供上面啊，然后它有一点点不够，我们就用这边优先输出这边的方式啊，给上面进行一个补充，然后剩下的这2边呢输出这边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结构啊。在我们还没有绿带的时候呢，这种不是很均匀的这个产线呢，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进行处理。然后我们这边的高能石磨好了之后呢，拉到我们刚才留的这个空位的这个位置啊，从这里补充进去。哎，从这儿补进来，我们的这边的这个化工产线就算是做好了。然后这边我用了一个箱子去存这个有机晶体啊。做这个的目的呢，一是为后边的黄糖做准备，二是为了消耗这个精炼油，所以暂时这有机晶体我们现在还不用啊，我们只是先把它做起来啊，不让这个精炼油卡我们的科技。然后科技上呢，我们继续往前走啊，一个剩下比较重要的科技，一个就是高级物流系统啊。解锁我们的这个更高级的爪子，以及为下一步这个行星物流做准备。行星物流呢，还需要这个推进器啊，我们在下面去找一下，在这里啊，
所以要先走氢燃料棒，再走这个推进器。加力推进器其实也可以走啊，但是它要1600的红糖，稍微有点贵，我们可以再等一下啊。然后光子变频我们要优先给它走掉，我们先走光子变频吧。光子变频是一个我们接下来要用到的一个科技啊，然后我们再走这边啊，然后走下面的燃料棒推进器，然后就是走我们的这个行星物流系统啊。然后还可以把这个能量储存啊，以及高速制造啊，这些都可以给它走掉啊，以及我们的黄糖啊，都可以给它走掉，这样它先暂时这样排着啊。好，我们这边已经开始生产这个有机晶体了啊。刚开始速度可能还有点跟不上啊，等到稍微的让它运行起来一会儿，平衡了啊。你看到这边没有供应上的，就是因为前面的塑料还没有好啊。我们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没有黄点，代表着都在运行。当你看到它都在运行的时候，你再离开啊。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以要检查一下是不是爪子的方向不对，还是你原料的这个速度供应的这个速度没供应上。好，现在基本上就开始往下走了啊，生产起来了，就开始往下供应了。这边就暂时不管了，让有机晶体这样生产着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到这边啊，来到这边的产线上，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的等这个绿带好了之后，我们先把这边稍微的可以生产一些绿带啊。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什么的位置给它调一下，风力发电机的位置，因为这边刚好是黄带在这里嘛，我们在这边做一下更改啊，开始生产一点绿带出来啊。绿带还是很香的啊，因为很多的产线没有绿带的话有点烦啊。我们在这边呢，让它再生产一个这个电动机，你会发现，其实我们的风力发电机跟这个电动机的配方是一模一样的啊。然后有了这个电动机之后呢，我们就从这个位置给它弄出来啊。我们从这里把这个电动机给它弄出来，这里速度肯定是不够的，但我们现在刚开始的时候稍微生产一点，然后把我们之前解锁的这个电磁涡轮，也叫做滤马达啊，给它做起来，需要它和一个这个磁线圈啊。磁线圈呢，我们用2个滤爪给它抓进来，因为这边的距离远啊，速度又不够。哎，这边我们就能生产出这个滤马达了，虽然量很少，但是也是有这个滤马达的。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滤马达啊，以及我们这边的这个传送带啊，这传送带其实应该再补一个爪的啊，之前的速度都不够啊，但没关系，咱们就是做一个小小的缓存啊，这个不要了啊。好，这边放上来啊，这里可以再往前给它铺一下，哎，让这个传送带靠得更近一点啊，然后我们往里抓啊，这边往里抓，这边我们做一下绿带啊，稍微的让它生产出来一些就可以啊，用量并不需要特别的大啊，或者说让它慢慢的增加运量，暂时还不是特别的大，我们直接拿一个箱子给它存起来啊，让它慢慢的产着啊，等到我们需求的时候再回来，你就会发现这里还是积累了一些的啊。然后这边的爪子速度不够，我们用2个黄爪或者用1个绿爪都可以啊。最主要的速度还是这里的速度不好啊，生产这个电动机的速度不够啊，它2秒才产1个，我们这边呢2秒需要2个，所以它的这个速度是铁定上不来的。没关系啊，稍微产一点就可以啊。好，这边可以了，我们往这边走啊。这里呢也要做一下改变，我这边有个硅板。硅板这里呢，我们在后边再加一个熔炉，我们让它再生产一点晶格硅啊。这个导弹先给它搁进去，在这边生产一点点晶格硅，这都是为我们后边武器产线在做准备啊。我们回来发现这边的这个无论是这个燃料啊，这叫什么燃烧单元，还是这里的子弹啊，都开始攒足一些了啊。这边滤板不够了，我们就把这边的缓存给它撤掉。这边子弹已经有一些了，首先我们可以拿一点给伊卡洛斯用啊，给伊卡洛斯先装上。其次呢，我们也可以开始生产一些炮台了啊。我们呢，现在接下来这一期最主要目标就是养殖黑雾啊。养殖黑雾你需要有武器系统，对吧？我们需要做什么呢？需要做大概20个导弹防御塔啊。导弹防御塔一是需要滤板，二就是需要我们之前生产的这个动力引擎。我们肯定得手搓一点啊，我们这个滤板从这边稍微拿一点就好了。然后这边的这个数量不够，我们可以从这个后边是吧，拿一点铜板啊，拿一点这个花不出去的这个什么，从这各个产线上稍微偷一点，来帮助我们这边补足一个速度的不足啊。我们可以稍微的手搓一点。这边子弹其实有一些了，我们可以让这个稍微停一停，让这边攒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动力引擎出来，
给我们去搓这个导弹塔，因为我们需要的数量很少啊，我这里就不去弄这个。我这里就不去弄专门的产线了啊，为这个弄专门产线不是很值当啊。然后这里我们也要再手搓一点这个黑马达，黑马达要的东西你会发现我这里都有啊，我们稍微的从这个地方这个地儿稍微偷一点啊，就能做出来。好，然后这边激光塔开始生产以后呢，我们还要再生产的呢，就是这个什么啊，叫做高频激光塔，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塔，烧电的这个激光塔，它是不需要子弹的啊。我们稍微的在这边的这个产线上再偷一点这个棱镜啊，这边棱镜非常的富裕啊，从这个机器里也可以给它偷一点这个棱镜。然后呢，通过这个棱镜和我们刚才缓冲的这个电路板，我们就可以做出这个光子变频器啊。这叫光子合并器啊，就刚才光子变频研究出来的，哎，稍微的产一点就好啊。这个东西要的量仍然是那句话，不是很多，我们稍微的有一点就可以啊。然后呢，还要再做的2个建筑，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做过的这个，这叫什么战场飞机基站，飞机站大概有3到4个就够了啊。我们已经生产了一些了，我们再生产一点。另外呢，就是要做这个信号塔。信号塔呢，就需要我们刚才刚练的这个金格硅了。这个金格硅烧的是非常快的，一会儿就烧100个。哎，这边我们就能造了。信号塔要多少个呢？也造5个。这个飞机基站要5个，信号塔要5个，导弹塔要20个。然后激光塔你能搓多少就搓多少啊。有一点就行啊，别一点都没有。有一点呢，我们就够用啊，我们就先这些，然后我们再继续搓这个导弹塔，直到我们有了20个以上的导弹塔之后啊，我们再回来给大家看啊。这个可能稍微要挂机一会儿啊，等待一会儿啊，但实际上也很快。你研究这个红蓝堂科技的时候，慢慢一会儿啊，它就做出来了。我们把这个地热也是需要在接下来赶紧解锁的啊，把这些都排到队列里啊，地热也是需要的。然后呢，这边继续偷我们的这个动力引擎啊，也叫白马达，我再偷一点啊，然后再来做后边的东西。刚好呢，要等这边手搓一下，我也给大家说一下另一个思路啊。我这里呢要养殖黑雾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是开的一个被动难度的黑雾啊。被动难度的黑雾，除了这个黑雾不会定期来我们的这个星球攻击你以外啊，另外一个好处就在于这个黑雾啊。当我们去攻打地面的黑雾基地的时候，太空黑雾也不会来发动袭击啊。在这个非被动难度下，其他的难度下，为什么不可以在前期养殖黑雾？最主要的原因呢，就在于太空黑雾的袭击，我们是在前期没有科技的时候是没有办法防御的，所以只有在被动难度下，我们才能够在红蓝堂的时间点就去进行黑雾养殖啊。黑雾的机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整个的黑雾的这个行星里呢，除了有这种黑雾的巢穴以外啊，其实有很多行星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没有黑雾巢穴的啊，后来呢就会这个黑雾其他巢穴的黑雾就会往没有黑雾的行星去发射这个火种啊，你有的时候可以在这个星图里看到火种，现在我们还看不到啊。那除了这种火种可以让在这个火种到达了没有黑雾的星系之后呢，就会形成这种巢穴，这个巢穴呢就会在附近的这个星球上开始建立地面的这种黑雾基地啊。然后呢，这个巢穴我们点击它，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巢穴的属性啊。哎呦，不行，我们看不到啊，看不到。如果你能看到的话，你会看到这个巢穴的黑雾属性呢，它分为2种，一个是电力，一个是物质啊。我们的太空巢穴是给我们的地面巢穴提供电力，地面的巢穴呢，再给太空的巢穴不断的提供物质啊，让这个巢穴可以不断的繁衍啊，发射啊等等。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船在不断的在。红色的就是黑雾的船只啊，在不断的在各个星球飞，这就是地面的黑雾基地在给太空的基地提供物质啊。所以我们要想打地面的黑雾的话呢，有2种思路啊，一种就是强打啊，也不管别的，就是强打。另一种呢，我们可以先用一些对空的方式把这个上面啊，这个黑雾的这个上面会有一个叫做中继器啊，黑雾的中继器就最上面的高空中的这个东西啊，叫中继站啊。这个中继站先给它打掉，一旦把这个中继站打掉呢，你会发现这个黑雾的这个建筑物慢慢的就都会停电啊，然后这些激光塔就都没有伤害了。
黑雾的单位呢，伤害最高的其实还是这些激光塔，这些飞行的单位虽然也伤害也很高，但是远没有激光塔的伤害高啊。小美在这里会给大家列出来。所以你要是又想这个在高难度下拆这个黑雾的话，优先打这个中继站啊，你用对高空的方式把中继站打掉之后，你再去打这个黑雾的基地，你就会轻松很多啊。你等一会儿啊，等它这些灯都灭了，就是断电了，你再去打就好很多了啊。这是关于这个中继站，就是用来中继站就是通过太空黑雾来给地面黑雾提供电力的啊这样的一个装置。然后呢，除了这个需要知道以外呢，我们在我们的母星系上啊，如果我们后边能飞出去的时候，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在我们的母星系上还有一个叫做黑雾的通信器啊，现在可能看不到啊，在这里看不到，你得飞到，只有在母星系才有啊，这是整个太空的独一份啊。这个黑雾的通讯器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消耗我们的元数据啊。我们按 T 键可以看到右上角的元数据，来跟黑雾签订一些丧权辱国的协定，来让这个黑雾跟我们停战啊。停战之后呢，一段时间黑雾就不会再主动袭击你了啊，这也是关于黑雾的一个机制啊。那我们在被动难度下，现在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反攻黑雾了。为什么呢？因为太空黑雾不会对我们在地面上的行动产生任何的反应啊，这就给了我们的机会啊。所以只有在被动难度下，我们才可以这样肆无忌惮的在红糖阶段就反攻黑雾啊！如果你不是被动难度下，建议你一定要等到我们后边出了一些对空的方案以后啊，主要就是一些对空的炮台啊。在没有对空的炮台之前，我是不建议大家去打这个黑雾基地的，因为一旦太空黑雾来袭击，你是很难防守的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到啊！别你看我去打黑雾了啊，你也去打，结果你开的并不是被动难度啊，然后整个的这个地方都被拆了啊！你来找我，我也救不了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再搓一点点炮塔啊。首先，你想要去隔壁的星球去找钛的话呢，你需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啊。你首先要在家里的地面上放一些箱子啊，放一些箱子之后呢，带上除了采矿机、熔炉、发电、爪子啊这个传送带以外，其他的东西全都不要带啊，尤其这些基础物资一个都别带啊，基础物资不要带啊。只要带爪子、发电的设备啊，这个地基可以带一些啊，然后箱子。然后熔炉、采矿机啊，发电的东西，其他的东西其实都不用带啊。当然，如果你不是被动黑雾的话，你还要带一些炮塔、机枪塔这些东西啊。但我们是被动黑雾，所以这些东西也都用不着啊，这些都可以不用带啊。我们就带上一些发电的东西啊，一些这样的东西，把你的背包尽可能的空出来啊。然后呢，我们的科技上呢要解锁我们之前升级里说到的这个不是宇宙探索啊，是这个驱动引擎2啊，驱动引擎2解锁星际航行。之后呢，我们摁这个，在我们的这个地图上按空格啊，你可以发现我们就低空飞行了，对吧？边按空格边按这个 W 键，也就是方向键的上，我们就可以解锁成航行模式啊，这就是宇宙航行了，我们就飞出了我们的星球啊，我们这样就离开了我们的星球表面啊。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要去到我们的这个星球上另外一个有钛的星球啊。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在地面上的时候先摁这个 V 键啊。先按 V 键到这个视图里，你选择你想去的星球，比如说我这个星球有钛啊，我先选择方向指示啊，然后我们退回啊，这样就会有一条线啊，你这样比较不容易在太空中迷路啊，否则太空中是容易迷路的。然后按 Shift 的键，你可以看到左边的航行速度在增加，但是电力在不断的下降啊。这个由于我们这个星球很近啊，所以我们很快就飞到了。如果你要飞到比较远的地方呢，你一定要注意平衡你的速度和你的这个和你的燃料啊。那一旦我们来到这个星球呢，你会发现这个星球有很多好东西啊。我们可以摁下 M 键看一下啊，它有这个有钛有硅啊，这两个东西，还有一个稀有矿物可燃冰，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早晚是要来到这个星球进行探索的啊。由于我这里开的是被动黑雾啊，所以是没有关系，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比如说用风力发电机先来补一些电力啊，然后在这边铺上采矿机和这个熔炉，你就可以炼出钛板和硅板了。那有的小伙伴就说了，有了钛板和硅板，我这怎么带回去啊？不会是一次一次飞这么拿吧？首先呢，这个游戏有一个特质啊，有一个特性啊，我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演示。我这边开了一个沙盒模式啊，来给大家做一下演示啊。我们利用沙盒模式来先就假装我们已经在这个星球上啊，开采了很长很长时间的这个钛了啊，拿到了很多很多的钛啊，拿到很多很多的钛。我们这边呢放下几个箱子啊，用来装这个钛，就可以把这个很多很多的钛啊拿出来。
这不能一次性的获得1背包吗？好像不能啊。好，这样满了是吧？我们再把这个钛装到这些箱子里啊。你要是觉得小箱子不够呢，你还可以做大箱子。我们稍微搞一点，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啊。这是这个游戏的一个特性。哦，这个东西掉了，我们给它吸起来。好，这边都装上了是吧？啊，这些箱子都装满了啊。那假如说我们现在就通过冶炼啊，这个拿到了这么多钛，我们怎么拿回去呢？啊，这个游戏的一个特性，首先我们要摁一下这个 V 键，先按 V 键啊，找到自己的母星啊，选择方向指示，先把这条线弄出来，然后我们回到这个操作面板啊，然后我们选择啊，拿起一摞钛，摁住 Ctrl 双击，你就会发现你把所有的这个钛拎到了的手上啊。然后我们再点到下一个箱子，摁住 Ctrl 双击，再拎下箱子，摁住 Ctrl 双击啊，你这样你就身上就拎了9000个钛啊。这个时候呢，你只要不做任何跟鼠标相关的事情，也不要摁键盘上的除了 WSAD 的其他键，比如说开地图啊、开星系图这些都不行啊。然后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再低空飞行，我们 WSAD 可以摁的啊，我们就拿着这些钛啊，就飞回去了。你可以看到手上提了着这些钛，这个理论上是无限的啊，这是这个游戏的一个特性。这个游戏的早期版本，这应该还有一个成就叫做脱钛天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成就。我们这样呢就可以带回我们第一波的钛回到母星了啊。这样呢，在你解锁星际航行或者星际运输之前，你每一次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啊。然后你回到母星呢，假如说你没有提前准备箱子啊，你就摁一下右键，这些钛不就扔到地上了吗？这个时候你再放一排箱子啊。再放一排箱子，然后又摁一下 Z 键，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战斗模式。按了 Z 键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拾取掉落物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我们就用这个东西去拾啊，你可以看到，就可以把周围的这些你掉落一堆一堆的这个东西就可以捡起来了啊。这样这些东西就给捡起来了，应该是被战场飞机站捡走了好多啊。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可以把我们之前拿的这些碳啊，都可以拿回到母星了啊。这个就是如果你没有开被动战斗，你想要早期拿到钛的一种方式啊。当然，你去到复兴，你要做好被黑雾袭击的防御准备啊。那我们啊，由于我们是被动的，我们可以跳过这一步啊。钛我们可以不这么来啊。我们回到我们的存档。好，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等待啊，我们就拿到了20个导弹塔。我们现在开始准备啊，我们来做一下导弹塔的布局啊。导弹塔的位置你可以任意的放啊，选择一个稍微空余的一点的地方啊，我们就可以了。稍微空余点，其实20个有点多啊，15个导弹塔差不多了吧？被动难度下啊，行，我们就大概放这么多导弹塔吧。然后在这边呢放一个箱子啊，临时做一下缓冲，然后把我们的这边之前做的炮弹啊，这个导弹塔中间是可以走传送带的啊，就可以用这种这个 S 型的方式啊，把这个导弹塔给它串起来，然后呢把我们的导弹运输过来啊。我们现在呢可以先采用手动搬运啊，后边有了更好的方式之后，我们可以用其他的方式，但是其实后边大概率也用不上这个导弹塔了，我们就基本上只是前期用一下，把我们这边生产的导弹我们就可以给它搬过来了，数量还不是很多，但是攻下我们这么3个小小的黑雾基地应该是足够的啊。然后我们把这边的电力给它通上，让所有的导弹塔都能覆盖电力啊。然后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导弹塔的面板啊。导弹塔的面板首先看起来有点复杂，首先它有一个分组，分组呢目的主要是为了这个超新星，超新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导弹塔持续的一段时间的爆发，消耗大量的电量，并且提高大量的伤害，但是这个玩意儿是有 CD 的啊。所以一般来说做超新星的时候，你会把你的导弹塔进行分组，比如说这一行都是1组啊，然后这一行都是2组，然后1组先超新星，隔几十秒以后2组再超新星，3组再啊，这样就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梯度的火力，这个主要就是这么一个用途啊。但实际上如果不是用这个超新星的话，这个分组这些东西都不是很有用处啊。然后我们来看下面它的这个配置参数，我们这个导弹塔反馈塔呢，它是能够对地面、低空、高空和太空都生效的，它的射程从60米啊，就是这个60指的就是这个近距离啊，60指的是对地的范围啊，60米到对天4200米啊，4200米有多远呢？基本上我们的整个星球的绝大多数的地方吧，
都能被覆盖到啊，4200米的空中都能覆盖。然后它默认呢对高空是关闭的，高空它这里也写了啊，就是仅中继站啊。如果它不是默认关闭的，我们把这个导弹塔一造出来的时候，它就会立刻打你星球上的所有的中继站。这个中继站一旦被打掉呢，太空的黑雾如果不是被动难度就会袭击你啊。所以它默认把这个导弹塔放下的时候是关闭的啊，这样防止有些人不知道，直接就把这个太空黑雾给引来了啊。所以呢，如果你想打这个本星球的这个黑雾的时候，你可以考虑用这种方式把中继站给它打掉，把它断电，你再去打就好打多了啊。当然，我们并不采用这种方式。然后太空也可以应对一些黑雾袭击啊，但是导弹塔的输出想打太空黑雾还是太弱了。后边我们有更强的对空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啊。然后在这边呢，我们还可以改它的优先级，比如说地面的我们基本上不用啊，我们就来个均衡就行了。低空我们可以给它做成高优先啊。然后这个高空不打，太空其实暂时我们也不打啊，所以这个里就先不用管它。哎，你可以看到这边的导弹塔它已经全都放下了，并且有了子弹啊。还有5个我们就不放了吧，给大家展示一下容错哈。我们这里大概只用了15个导弹塔啊，应该就足够了。然后我们往这边走啊，往这边走的时候呢，往黑雾的方向走的时候，用这个远程输电塔、无线输电塔去把我们的电网给它拉过来啊。这个东西的这个输电距离要比那个小电线杆远啊。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方式啊，然后过来。第一次打黑雾呢，建议你还是存一个档啊。然后这个被动黑雾难度呢，你如果把伊卡洛斯的自动攻击给关掉，我们这边是有自动攻击的功能的。你把这个自动攻击关掉，你即便走到黑雾巢穴中心，你不打它，它也不打你啊，所以是很安全的。但是如果你忘了关这个自动攻击啊，你走过去，这个伊卡洛斯有可能会被打死啊。然后呢，我们一共就4个小的机枪塔，没关系啊，这个小的激光塔没关系，我们先不管。我们先把这个战场分析基站放下，然后呢给战场分析基站通电啊，给战场分析基站通电。它的目标呢是用来收集一下这个黑雾的掉落物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战场分析基站放的靠前一点啊，在这边给它插一个电线杆啊，然后呢给它把这个电供上，啊。好，它是用来收集黑雾的掉落物了。然后我们的这个信号塔。这个信号塔的功能有2种啊，第一种就是吸引低空飞行的这些黑雾啊，地面的不太能被吸引，就是空中飞行的这种黑雾单位，一般就是我们的这个强袭者和这个叫做什么游骑兵啊，强袭者和游骑兵单位啊，这边能看到啊，你点它你能看到一些什么单位的名称啊，强袭者和游骑兵单位就是在低空低空中在这飞的这些啊，这些东西都会被我们的这个这什么东西？好，这些东西都会被我们的这个信号塔、信号塔所吸引，它会优先去攻击这个信号塔。这是信号塔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当 T 的功能啊，或者叫当一个电线杆啊，主动被这个黑雾袭击的功能。另外一个功能呢，它就可以指挥我们全球的一个导弹塔。导弹塔就是这个信号塔覆盖哪里，它就打哪里啊。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把这个信号塔放下，摁 X 键，随时准备拆啊。然后我们就给它拆掉，你可以发现这个导弹，它就冲着这边就来了啊！但是我现在并不能应对，别，完了要没啊，要没！好，我们离远一点啊，离远一点，先别打他那边的那个啥，我们这边的这个能量护盾可以帮我们稍微顶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足够多的导弹啊，我们需要让它去调一些材料，我们就打这些小飞机，让它调一些这个材料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做更多的。激光塔啊，激光塔要的材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分析基站里去捡啊。分析基站呢，我们之前只介绍了它去建造的功能，它这儿可以看到有12个小飞机，这12小飞机就可以起到建造以及维修的功能，在这边设置。这边如果取消了就不会拾取啊，选择就会拾取啊。然后这个是自动标记重建，它就会重建啊。这是这2个小飞机的功能，拾取和重建啊。只要在我们的这个战场分析的这个圈里，内圈是它的这个重建范围，外圈是它的拾取范围啊。你可以看到它有2层圈，内圈是它的这个建造范围啊，坏的东西它只修内圈的，外圈它不修啊。然后这个外圈是它的拾取范围，是这样的啊。然后我们把我们仅有的这几个激光塔放在这儿啊，然后这个东西是用来保护我们的啊，用来保护我们自己的。用这几个激光塔覆盖到，然后我们来继续用这个信号塔去打啊。这个信号塔呢，因为它会很快的被袭击，你看它虽然雪很厚啊，但是它掉的也很快啊。你看到它快没血了，你赶紧给它拆了
哎，用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是吧？用我们的导弹又袭击了啊，又这个没损失我们的信号塔。你觉得这边扛不住了，你就往后边撤，后边他们也会优先去打信号塔，而不是打我们的。然后这个被动黑雾呢，不会离自己的巢穴太远啊，它走一段它就不攻击了。用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啊，在这边捡到一些资源啊，然后再补更多的激光塔。等你把激光塔补到15个左右的时候，你就可以开始去正经的攻击黑雾了。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战场分析机上，它捡这个东西啊，它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并不想要的，比如说这个木头。木头有啥用啊？我们可以摁这个掉落筛选设置，这个设置是全局的啊，是所有的基站都生效的啊。现在呢是掉落全部的东西我们都捡啊。我们现在把这个木头、树叶取消掉。然后这个磁铁我们一般也不要，因为我们直接要这个磁线圈，磁铁一般来说只能合磁线圈。然后棱镜我们一般也不要，因为棱镜一般来说是和这个电浆激发器的，或者是和这个光子合并器的，这两个都能捡到，所以我们也不要。然后这个东西，这个叫做能量碎片，这个东西也可以放到伊卡洛斯里去烧啊，它的能源效率还可以啊，还可以比煤炭要好一点，比煤炭要好一点。但是这个玩意儿掉的数量特别的多，很快就会把你的基站塞满啊，所以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要啊。然后氢气我们之前说了啊，这个后边会有大量冗余的氢我们也不要啊，其他的东西我们全要啊。哎，我们就可以让这个战场分析站去帮我们捡啊。然后呢，这个战场分析基站有很多小伙伴可能不知道，我们做了一些大型的储物箱。哎，这个战场分析基站是可以背这个大储物箱的啊，就跟我们之前的4项分流器背小储物箱一样。一旦它这里边的这个空间啊掉落60格啊满了之后，它就会往这个箱子里去塞啊，就是这样的方式啊。哎，然后激光塔我们做完了啊，现在没有更多的了。我们现在呢可以考虑往前铺一铺了。我们现在有一些激光塔的数还太少啊，还太少。那我们再来骗一波啊，再来骗一波。哎，看着点你这个的血量啊啊，好，引一波了啊，引一波，我们再来刷一波。往后边引啊，哎，你看到他们就都打这个东西了，打我们的就少了啊，我们就少了，我们就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啊，好，就能捡到很多的这个黑路掉落物啊，然后又补充了能量啊，又补充了我们的这个物资啊，然后我们用来做更多的激光塔啊。我在这边找一下啊，有没有这个？有，数量给的不是很均匀，所以你能手搓呢，你最好刚开始手搓一点啊，这样进度会快一点啊。好，我这里呢就先手搓一点啊，然后回来给大家看这个反攻这个的情景。好，我们这边有了大概10几个激光塔，配合上我们的导弹塔，应该足够打一波了。我们现在把这边优先给这个激光塔通电啊，先给激光塔通电，先不要连接到这边，然后利用我们的这个信号塔去进行一个电力的连接啊。这个信号塔就是一个大电线杆啊。我们这个信号塔一连，好，你可以看到这边就开始攻了啊。这回就是一个比较惨烈的进攻了啊。然后我们要随时去看咱们这边的捡下来的这些物资，能合更多的激光塔的就赶紧做更多的激光塔啊。可以看到这边拿到了更多的材料，然后我们这边继续手搓啊，缺钢，我们这边拿钢，然后再继续补这个激光塔，就在前线补啊。其实有这个导弹的配合呢，现在这个数量，也是够的啊，也是够的。然后我们把这个电线杆也往前铺啊，人本身离这边远一点啊，因为这边的这个炮塔，地上的这些炮塔的伤害非常的高，我们人过去很容易，在前期血量比较低的时候，很容易护盾就被打穿了啊，基本上一会儿就没了，一会儿人就没了啊，所以还是要多注意啊，钢什么的这些捡的很多啊，我直接就从这里拿啊。好，然后我们再就地补充炮塔，什么东西没了就上咱们的战场飞机站去找啊，大多数都是能找到的。哎，所以刚开始的炮塔呢，我们也完全不需要做产线啊，就稍微的手搓一些，主要是补一些这个导弹塔啊。导弹塔的数量够了呢，之后就是可以帮我们打这个输出啊。然后我们这边再放一个，我们就可以让这个导弹整个的这个输出都压过来了。刚开始我们还打的比较收敛啊，现在就可以把这输出压过来了。好，前面我们也放上，然后我们后边的这些激光塔，输出往前推的时候，后边的激光塔也可以往前推啊，就一点一点的往前推啊，利用电线杆啊，利用远程去这样弄啊。然后你可以看到基地核心已经被摧毁了，你被摧毁之后呢，你也可以把它放在这儿，让它断电，然后一会儿再回来都是可以的。
那我们直接就给它平推了，我们的火力是足够的啊，我们的电力也是足够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电力的消耗啊，其实用不到200兆瓦的，只是一个我就比较习惯让电力比较好看一些啊。哎，万一工厂正在运行的时候也不会受到影响啊。哎，这边第一个基地就算打掉了。打掉第一个基地之后呢，我们再从这边拿一些材料，我们做一下这个地热发电机啊，需要铜板，都是现场做啊，现场拿材料，还需要这个蓝马达，蓝马达可能是需要一点绿马达，蓝马达我们还没有捡到啊。我们需要一点绿马达做一下，然后需要这个，哎呦，还真需要这个磁铁啊。好家伙，做蓝马达是需要的，之前没捡啊，导致我这里没有这个磁铁。哎，有一点点，可以，不用回去拿了啊。这要真一点没有，还是挺烦的啊。稍微做一点蓝马达就够了，我估计做到这儿就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做到这个，哎，我们做2个地热发电机，2个就够了，因为我们一共就3个黑雾的这个站台啊。如果做更多的话，会导致。我们一共就拆2个，第3个我们要留起来圈养的，所以第3个是不拆的。后边的这个呢，可以给它考虑给它拆掉了，就是战场分析基站给它拆掉，把一些用不到的东西呢，可以塞到这个里面去。把这边的摁 Ctrl 加空白就可以把这东西全都转移出来啊。一些暂时用不到的东西，哎呀，一些暂时用不到的东西呢，我们可以给它扔在这边。好，这个差不多啊，然后我们把这个战场飞机上一拆，后边的这些东西都拆啊，都拆，然后我们继续往前推。这边地热发电机做好了，这个洞你一是可以靠地热发电机去补啊，二呢你也可以靠这个什么补啊？你如果不补的话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中继站它其实还在天上，你不补的话，这个中继站会不断的去往这里去放这个中继核心，然后就又会长出新的黑雾来啊。你或者是用我们的这个地基去补。就变成了一个平地啊，或者呢，它这里可以直接放一个地热发电机，是一个有400效率的发电机啊。这个发电效率是取决于这个黑雾等级的啊，从最高好像是到600啊，这个600%的这样的一个发电效率。地热发电的电量是很足的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发电机的发电量，可以看一下基础的数值，基础的发电量呢就高达4.8兆瓦啊，如果是400%，就是乘以4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个接近20兆瓦，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普通的这个火力发电厂才2.16，而且它还有个80%的转化率。如果你看风能的话，就更拉胯了，是个 K 瓦级别的，所以这个东西前期发电还是很香的。所以我们即便是被动难度下呢，我也推荐大家把这个黑雾等级拉高，因为呢，这个黑雾不断的掉下来，就是不断的在地上给我们打这种地热孔啊。有了这些地热孔呢，我们还可以有一个补充发电的一个手段啊，都是很不错的一个方式。好，我们继续往前推啊。那再往前推的过程就给大家看了，一会儿到圈养黑雾的时候再回来给大家看啊。好，前2个黑雾都打完了，我们来准备进行第3个黑雾基地啊。这个基地就是我们要圈养的基地啊。圈养基地有什么好处啊？其实，在我们刚才攻打的时候，大家也就看出来了。圈养基地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获得一些我们星系上现在得不到的材料。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黑雾的这些掉落物，比如说现在我们拿不到的硅和钛。在这里能获得，而且还能获得大量的沙土啊！沙土是我们后边改造星球最重要的一个资源之一啊！这样我们就不需要去压马路了，就能获得大量的沙土，而且还有一些很不好生产的东西，比如说这个光子合并器，比如说这个处理器啊等等的一些不太好生产的东西，这里也可以掉啊！而且生产黄糖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钛和晶石，这里也是直接掉的。之后我们还能在这里拿到金刚石啊，也可以直接就可以直接去合成这个黄糖啊，只不过它的产量非常的低，所以呢黄糖产量不会很高啊，但是让我们去跳前期的一些科技也是足够了。然后它的掉落物种类呢是跟你的科技和黑雾的等级相关的。比如说黑雾在我们最高难度下，最高的这个黑雾设置难度下，它默认初始就是10级，但是它不是一开始这些东西就全都掉，一定是你的科技，比如说你解锁了金格硅，它才开始掉金格硅，你解锁了这些它才开始掉。如果你这个科技还没有解锁，这些东西就是掉不出来的啊，所以你一开始就来打其实也不合适。
在我们解锁了一定科技再来呢，你这里的产物的种类就更丰富，就更多了。其次呢，就是跟黑雾的这个等级有关，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等级啊，在我们不断去攻打它的时候，这边的经验条在涨，你可以看到这个10级已经多了一点啊。然后除了地面黑雾会涨以外，太空的黑雾也会跟着一起涨这个经验啊。这只有我们去攻击它的时候，它才在涨啊。如果不主动攻击的话，被动的黑雾是不会涨经验的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一是把这个黑雾的等级刷高，让它刷到最高的等级啊，最高是30级啊，最高的等级，然后让它把所有的物品都能掉出来。其次呢，就是推高我们自己的科技啊，这样这个黑雾的掉落物就更加丰富了。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一方面让黑雾不断的刷，一方面就又不要把黑雾打死啊。那养黑雾呢，有一种养法叫做超频养殖啊。什么叫超频养殖呢？就是让这个黑雾的这个兵营啊，就不停的爆兵。然后让这些东西不停的进攻我们，但是我们又不打它的兵营啊，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一种刷黑雾的方式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星球呢，其实还不是一个超频最佳的一个星球啊。超频最佳的星球呢，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星系啊，你会发现这3个巢穴离你的这个某一个行星都很近啊。比如说这个行星，你可以看到这个行星里边的这个黑雾的这个叫做船就格外的多，对吧？这个行星离这个巢穴都很近啊，这里刷冰的速度就会比我们这种靠边缘的行星的这个刷冰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啊。所以你养殖黑雾的地点呢，你如果后期养殖的话，你还可以选择一个更好的地方去养殖啊，这个也是需要额外注意一下的。然后呢，我们要养殖黑雾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要让我们铺的这个炮塔的范围啊，一是稍微擦到一点这个最外围的这个炮塔的边儿，你一点都不擦到呢，它这个里边的东西不来打你，你也不行啊，所以要擦到一点。但是要尽可能的呢，也不要去打掉它这个里边的建筑物，我们就擦这么一个建筑物就好了。现在没擦上啊，可以看一下，哎，擦上了啊，你可以看到这个稍微擦了最外层的这个建筑物的一点的边儿啊，就擦一点就可以了啊。然后呢，我们就让这个激光塔去铺一下。我没拿地基啊，地基让我扔那边的箱子里了。我们铺啊，大概30个左右的激光塔足够了啊，30个左右的激光塔足够了。对于我们的被动难度下的黑雾啊，它实际上是很简单的，30个左右的激光塔足够完成了。然后这里呢，为了防止意外，你可以先把这个地方的拆了。中继站在我们放下这个什么的时候就已经飞走了，所以这个东西也不会再长出来那个什么什么核心了，除非新的中继站落下来了，否则它不会再长出核心了。所以呢，我们就不用管它，我们就在这么铺啊。为了让它先不要通电啊，先把这个电线杆先都插上，把电线杆都插上啊，避免它一通电就产生问题啊。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奶妈放下，这个战场飞行基站说白了就是奶妈，让这个奶妈能覆盖到所有的炮塔，然后两边都能覆盖到啊。哎，我们搞2个奶妈啊，暂时就先这么搞啊。这边一连就通电了啊。然后呢，我们最好用我们的这个什么来通电啊？用我们的这个信号站啊。这个地方其实有点挡的，这个地方我就给它堵上了啊。我去拿一点这个地基啊。虽然很心疼这个电力啊，但是它一个半个的问题影响也不是很大，我们就算了，不要它了。我们拿一点地基，我地基都让我扔哪儿去了？都扔这箱子里了。因为这个地方影响我的布局啊，所以我就给它挡上了啊，我就给它挡上了。然后呢，我们战场分析基站的数量现在还有点少，我们可以再做几个，看看现在材料够不够。缺东西啊，一会儿打起来就不缺了啊。好，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电给它通上，然后同时呢，为了保证安全，在后方放一个信号塔，这样后方放信号塔呢，又不会让我们的这个导弹直接去攻击建筑，有点靠太近了啊。这个导弹直接攻击建筑了，再往后一点啊，不要损害我们的这个黑雾的建筑啊，这都是宝贵的那个什么的财富啊。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小飞船想去攻击我们那边的建筑啊，我们这里先不管他们啊，用这个信号塔吸引住这个对空单位的这些小的这些飞船的这样的一个仇恨啊，最好能吸引住啊。他们都往那边跑了，这不太好啊！来，别走呀，都往哪儿走呢？你们都去打哪儿了？这样他们会去打我们其他的设施的，这就有点讨厌。仇恨没拉稳，他们回来了啊，回来了，没关系啊，稍微打掉几个建筑物影响不是很大。好，
先把这些小飞机吸引住啊，然后这个激光塔呢，我们稍微再往前挪一点，往前挪一点，然后把它拆掉。哎，让这些小飞机呢都能被我们的这个信号塔所吸引，然后又会被这些激光塔给打掉，然后我们后边的导弹的后边逐渐就会变得没有用处啊，后边逐渐就会变得用处不大啊，就是弥补一点点我们伤害上的不足。后边我们如果觉得还有问题，就补第4排激光塔，4排足够了啊。对于这种不会主动进攻的被动黑雾来说，4排是足够的。然后我们这边呢，这2个战场分析基站就会不断的在这里就开始给我们收集各种各样的物资啊，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去捡这个物资了啊。当然，现在只能算是把这个黑雾啊开始让它超频起来。一旦开始超频，你会发现这边的经验涨得会非常的快啊。但是距离黑雾圈养还有一个比较大的距离啊，因为我们现在无论是这个空间也好呀，还是这个环境也好，还都不足够啊。我们圈养的部分啊，也就是如何回收这个黑雾的这些掉落物啊，以及如何利用这些掉落物的部分，我们都留到下一期啊。这一期其实我已经录了很久了啊，我的嗓子都已经有点哑了。虽然大家看我不知道到时候剪辑能剪辑多久，估计也有点长啊，因为前后说了很多的东西啊。如果你觉得打黑雾太烦了啊，你也不想战斗，你就像我之前演示的那样，去你的复兴去脱钛啊，脱钛回来去造黄糖。如果你觉得啊，用这个黑雾的掉落物去跳过黄糖的这个去脱钛天王的这个操作啊，因为比较有意思，你可以尝试着像小米一样来这边去这个超频养殖黑雾啊。所谓的超频养殖呢，就是像我们现在这样，让这个经验飞速的增长，来快速的刷这个黑雾基地的等级啊。你会发现这边的这个东西是一直不停的在刷，这边的这个黑雾的单位啊是一直不停的在刷。我们这边呢还可以再给它补一点激光塔，以防我们的这个伤害不足啊。因为之后我们的那边的炮弹是要停止产线的啊，那个炮弹的产线我们不会一直给它维持的，我们可以再补一些激光塔啊。再补一些激光塔的数量，实在你要担心的就补第4行，补了第4行呢就不可能有问题了。之后我们就考虑要把这个导弹塔那边的导弹给它抠掉啊，不要去抠你的这个啊，不要把这个信号塔拆掉。这个信号塔是用来吸引这些飞行单位的仇恨的啊，你把这个信号塔拆掉呢，有可能会导致这些飞行单位的仇恨不稳啊，会去攻击你后方的产线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是把我们的导弹，其实导弹我没给它布置这个产线啊，它一会儿没电了，它自己没导弹了，它自己也会停下来啊。但你如果要为了省一点导弹，你可以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就回去啊，把我们的这个导弹的这个产线给它停下来啊。你可以看到刚才黑雾被这边吸引过来了一波啊，来这边去打了一下，打掉了我们一个导弹塔啊。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把这个导弹的这个产线给它停掉了，不用它供给这个导弹的输出了，包括这边的这个导弹塔都可以给它拆掉，已经没有用了啊，已经没有用了。光靠那边的激光塔是足够的啊。电线杆别拆啊，因为电线杆是供给到这边的电力的。我们可以回去看一下啊，你从这儿也能看出来，你看到只有受伤的单位只会有信号塔一个，一旦有更多的单位受伤或者是有损失的时候，你就要回去看一看你的这边的产线是不是足够了啊。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这些单位都会优先去攻击的，会帮我们的这些激光塔减少一些伤害和损失。好的，那本期视频小米就给大家带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有所帮助，千万别忘了给小米一个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拜拜，拜拜喽。